起我的肩膀，是你远眺未来的山岗。当你站上爱的高处，眼里充满着光亮。你终将离开山岗，追寻生命中的理想。成长路难免崎岖，不要迷失方向。曾经我的脚步有你隐隐闪耀和陪伴，当我走向新的旅程，满心感恩不能忘。我终将张开翅膀，飞向更宽阔的远方。成长路不管多难，爱是我的我真的很乖。棒球，阿姊，安尼听起来你的英文课足好耍的咧。嘿啊，阿姊，做你的学生真正足幸福的。你的方法啊，对学生佫真有吸引力啊。其实我嘛是为学校的教具室得到的灵感，想袂到效果遮尔好。哈，啊那呢以后你上课毋着拢爱做足侪教具，安尼敢袂足麻烦的吗？袂啦，只要对学生有帮助，我根本就袂感觉麻烦啊。看起来你真正足介意老师这份工课。你看美伦做老师做了袂歹，我看你当忙辞职继续教啦。哈，李兄，你不爱做老师啊？哦。我有看到印制厂伫咧招考，我想讲来考看卖。我感觉家己无适合徛喺台顶上课啊。哈，安尼敢毋是真可惜？李兄吼，伊是惊去误人子弟啦。啊，毋过伊去印钞票嘛好啦。若准讲会用的吼，会记你加印一寡百元大钞，转来我用咧。哦，你用，我看你是想济啊啦吼。是讲美伦啊，就算以后阿兄若无做老师，你若有问题，嘛是当找我讨论哦。阿姊，那安尼你明仔载吼要上啥物课，爱做啥物道具，我拢会使甲你斗相共啊。毋免啦，我拢已经准备好啊。经理，老师好。同学好，请坐。老师，我们今天英文课要上什么？昨天的单字大家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开始上文法。啊，不要啦，老师不要上文法啦。各位同学，这是什么？苹果。苹果的英文怎么说？ Apple。对，我们在国一的时候都学过了这个单字，但是有哪位同学可以用苹果来造句呢？其实啊，跟别人对话互动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学单字的目的，就是希望可以跟人家做更进一步的沟通。今天是哪位同学可以跟老师用苹果造句对答如流呢？老师不但请他吃苹果，而且中午吃完饭之后还请他吃冰。哇，这么好。老师是君子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对，那现在有哪位同学可以开始造句啊？好，刘正昌，你先说。怎么样？
好吃吧？好吃，谢谢干姐。哎，这里是学校。哎，老师，我们都觉得啊，你这样教英文，我们吸收比较快哎。真的吗？是真的啊。像我本来很讨厌英文啊，可我现在反而很期待上英文课哦。而且啊，你跟别的老师不一样，对我们又好又不会打人。对啊。我是不想用体罚督促你们，你们要自爱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。对了，那第一次月考要到了，你们应该没问题吧？应该没问题吧？什么叫应该？是绝对没问题。哦，对，是绝对没问题。你放心啦，干姐。放心啦，老师。那就好，你们不要让我失望哦。好。赶快吃一吃，午休时间到了，我们要回去喽。方老师，主任，听说你们班最近上课的气氛很活泼啊？哦，是不是有吵到别的班级？王老师有说什么吗？还好啦，毕竟这是你个人的教学风格嘛，他也不好说什么。不过教学气氛活泼，不见得同学的成绩一定会好哦。你们班第一次月考的成绩没有问题吧？哦，我问过学生了。他们说这样的教学方式对他们上课很有帮助，我想应该没有问题。那就好，学校对于成绩是很要求的哦。毕竟月考的成绩啊，是将来联考能不能上明星学校的指标。你才刚来学校，大家都等着看你的教学成果，不要让我们失望哦。啊。从走进校门的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希望自己能成为学生们的朋友，不用教鞭，放下权威，用耐心、爱心来陪伴他们一起成长。我也相信，快乐活泼的学习环境，不仅能让学生对课业产生兴趣，更能激发他们主动学习的意愿。面对即将到来的月考，虽然我有些不安，但是也有更多的期待，希望这一班学生能有好成绩，而我教师生涯的第一次考试也能有一个漂亮的分数。方老师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啊。这么快就来改考卷啊？你们班考得怎么样？哦，还好。我最怕改考卷了，提心吊胆啊，就怕这些学生考不好。他们一考不好，我心情就跟着也不好。周伯凡、刘正昌、这次的考试，老师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大家的成绩。这些单字、文法
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不是都教过了吗？考试之前我也跟大家复习过了。那时候大家不是都说懂，都点头了，怎么考出来的成绩这么差呢？老师，题目太多了啦，我们根本都写不完。而且又不是只考英文，其他科的题目也很多，也很难啊。老师，下一次我们会更努力，你不要难过啦。老师，你不要生气啦。老师，我们会更努力的，下次一定会进步的，会预习会复习的。蔡老师，这次月考你们班成绩考得很好哎，我看啊，肯定又是全校第1名啦。方老师，你们班考卷改完了吗？改好了，都发给学生了。听说成绩好像不太理想。月考以前你不是跟我说没问题的吗？主任，这次考不好的确是我的责任，在教学方面我会努力改进，在成绩方面我也会严格要求学生。下次月考以前啊，麻烦你多请教一下蔡老师，赶快把成绩拉上来，要不然我很难跟校长还有学生家长交代。哎，如果每一班都可以像蔡老师他们班一样那么优秀啊，我这个主任就轻松多了。刚刚你一个人对哦，大家拢走去倒位啊？阿爸，互陈某母游去拍牌啊，阿母带伊的，阮咪去隔壁村啉喜酒啊。这就是你要考印制厂的参考书哦。我哪雄雄对我参考书有兴趣？唉，我看我嘛去考印制厂好啊。哪安尼吐大气啦？你毋是才讲去学校教册，教足欢喜的？我嘛毋知影为虾米，大家上课拢上了足欢喜的，毋过考出来的成绩哦，都无理想呢。你敢知影？这遍月考，阮班的英文哦，有一半不及格呢。是哦。虽然哦，我出来这班是普通班啦，毋过为大家上课的反应看起来，我知影因的资质拢袂歹，就是毋知影问题伫倒位。大家上课的互动拢真好，是安怎考出来，哪会考遮尔歹啊？你敢有准备小考？小考？小考就是随堂测验啊。你平常是互因小考，就会知影讲学生有甲上课内容听入去无？毋过，我就是无想要互学生遮尔大压力啊。美兰，假使一粒球，你若无伊压力，伊敢若会定定伫遐袂振动。适当的压力，有当时啊，这粒球会弹跳出你想要爱的高度。平常时小考会当互学生保持学习的状态，因学生若习惯小考，月考就袂紧张啊，成绩就会进步。我知影你想要做学生的朋友，毋过我想你即马应该先甲学生的功课顾好。毋管你即马对因安怎严格，我相信有一天，这个学生会知影你的用心。
哥说的没错，当老师还是要对学生严格，而且蔡老师他们都有小考。我知道学生一定不能接受，但现在不管学生能不能谅解我的改变，我一定要先把他们的成绩拉起来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要开始随堂小考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开始随堂小考。各位同学，同学好，请坐。老师，你今天怎么没有准备教具啊？对啊，老师，今天上文法还上单字啊。这次月考大家成绩不佳，老师决定从今天开始随堂小考，不及格的人放学之后留下来课后辅导。大家安静。老师到学校教书这1个多月，感受到大家的热情，也用相同的热情来回报大家。老师做教具，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在活泼中学习。可是大家的表现，实在让老师太失望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会改变教学方式，希望各位同学能够配合。来，把考卷往后传，准备开始考试。专心一点。如果你们想要早一点回家，就赶快把黑板上这些错的题目背起来。我们来看第一题 ：If Kevin 中间有一个空格 ，Here before 7 o'clock, he will go to the party。我觉得甘姐老师真的生气了。我想也是啊。谁叫我们月考考这么差？哎，你们不觉得老师很假吗？一开始跟我们装好，就后来成绩出来之后，还不是用成绩来评断我们？这样子跟一般老师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老师他们都一样啊，他们永远只喜欢成绩好的学生。我觉得甘姐不是这样的人，她跟其他老师不一样啦。哎，你不要因为她是你干姐这样说哎。我是真的觉得她是为我们好啊。哎，网友们一直考不好，他会不会跟其他老师一样打我们呢？绝对不会。上次他不是讲了，他不喜欢体罚，绝对不会打人啦。只要我们考试及格，他应该就不会生气了吧？嗯。哦呦，拜托，我们英文成绩那么烂，要考到民国几年才会及格啊？哎呦，整天真的很烦呢。我们去打球好不好？可是明天他有小考，打完球回家倒头就睡，根本就不会念书啊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一天不念不会怎么样啦。哎，大家要不要去啊？当然去啊！你们少了我这么优秀的投手，怎么打球？哎，方老师，这么晚才下课啊？对啊，帮学生做课后辅导、检讨考卷而已。是哦，辛苦你了。不会啦，我只是利用一点放学的时间，希望大家的成绩可以进步。能不能进步，下次月考就知道啦。加油哦！
为了提升成绩，给学生适度的压力，密集的小考和课后辅导，取代了原本快乐、活泼的教学方式，而上课气氛也从笑声不断变得严肃、安静。这样的改变，或许学生会不适应，甚至有些不满，但为了他们将来的升学之路，这也是不得已的做法。真心希望这样的转变，能让他们在压力下弹跳出大家所期待的高度。以上就是这个月本校要配合教育局督查的重点，希望各位老师向同学多多宣导。接下来呢，要宣布本次月考各年级平均成绩第1名的班级：3年2班、2年1班、1年2班。谢谢这几位老师的辛劳，希望各位同仁都向他们效法学习，尤其是对那些成绩不尽理想班级的导师们。方美伦老师，是。你们班这2次月考平均成绩落后很多，平时次序和整洁评比都表现不佳，是不是请方老师再多加严格督促？我知道，我会努力。或许你可以参考蔡老师像这些资深老师带学生的方式，下一次月考你们班有明显的成绩进步。方老师，为什么不去休息，站在这里发呆？杨波心情不好，是不是在校务会议上校长讲的那些话，你觉得没有面子啊？不是啦，我只是在检讨自己到底教学上哪里出了问题。你教学很认真，我都看在眼里了。尽人事听天命，那些小孩子不开窍，你怎么办呢？下午还要上课嘞，我看你呀，还是到办公室去眯瞪一下也好免得下午上课打不起精神，没体力呀。我知道了，杨波，谢谢你。不要想的太多了啊。退步2分打几下自己说。你看看你们这次考出什么成绩？掌声出来！拿回去。谢谢老师。回去。手伸出来。退步2分打几下自己说。谢谢老师。手伸出来。拿回去。其实之前你用的一些方法，我年轻的时候也试过，只可惜效果并不好。真的吗？我也不是一开始当老师就这么严肃的。当然，我也想要做学生的朋友，也不想给他们太大的压力。我记得我刚教书的时候，也常常陪着他们做功课，但是最后我发现这些方法都没有用，有用的只有一个方法。什么方法啊？打。第
一个分数的标准，退步几分打几下。学生害怕被打，自然而然成绩就会进步。尤其是那些普通班的学生，更是需要被督促的。可是打学生真的有用吗？我想没有一个老师愿意打学生的。但是毕竟这些学生的年纪还小，如果他没有办法用毅力或决心完成学业，督促他们就成为我们这些为人师表的责任。方老师，我说的这些话你能了解吗？阿母，你感觉做老师的应该怕学生无？哪会突然间问我这？我除了做教具哦，逐工下课搁留落去陪学生读册。啊，毋过阮这班经过2摆月考，成绩拢无进步。阮学校有老师甲我讲爱用拍的，啊，毋过我感觉我做袂到。你自细汉吼，就做捌代志的啦，啊嘛毋捌互老师讲过。你细汉会记袂？你两个大兄吼，若无听话的时阵吼，阿母嘛捌举出来甲因讲过啊，效果嘛敢若袂歹。啊，毋过我就是无想要拍学生啊。看你最近哦，为了学生的成绩安尼烦恼嘛，毋是办法啦。啊，你若要用藤条甲因讲，啊无你想看其他的方法无啦？哦。放学要不要去看漫画？啊，又要去看漫画？干嘛？每天都去看漫画，没有时间读书，考试都不会写。还有怕什么？干姐又不会打人，考不好又没关系。哎，也对哈。还好我们不是给蔡老师教导，不然啊，每天被逼着念书，日子都难过。对啊。月考要到了，你们应该没问题吧？你放心啦，干姐，是绝对没问题。对，是绝对没问题。这次的考试，老师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你们的成绩。老师，下一次我们会更努力，你不要难过啦。怕什么？干姐又不会打人，考不好又没关系。蔡老师，关于你昨天说的那些话，我想了很久。本来我很迟疑，可是我发现我的学生真的不够努力。他们只是口头答应我说会努力，可是并没有实际的行动去证明。或许你是对的，我应该好好的鞭策他们。方老师，你不要把教鞭都想成是惩罚学生的工具。每一棒打下去，都是出自老师爱护学生的心意。或许这样想，能帮助你克服心理的障碍。
今天开始，英文小考标准是80分，没有达到标准的同学少1分打一下。哎，老师，这样标准太高了，几乎全班都要被打哎。对啊，老师你不要开玩笑啦。老师，我连60分都考不到哎。就是说嘛，老师，我们能考几分你也知道啊。对啊，真是怎么可能啊？现在开始发考卷，叫到名字的请上来。刘正昌，65分。哎，这样被打10几下，放心啦，干姐不会真的打我。哎，那阿昌不是说老师不会打人吗？没事啊，阿昌他干弟哎，放心啊。手举起来。手举高。下一个，林顺吉，60分，上来。李兄，恭喜你考上印制厂，你真正就厉害哎！还好啦，这无什么啊。什么无啥？听人讲迄真歹考呢，你会考着，你真正就厉害。哎，啊好，迄边有讲清楚无？要考进前有甲校长讲过啊，我的课拢分出去啊。你甲老师的工作辞掉吼，我感觉足可惜的。人各有志嘛，印制厂嘛是公家的饭碗啦，足侪人想要去做呢。伊若考掉你应该欢喜才对啊。对啊，阿母，你唔定咧甲阮讲，叫阮就爱考一下公务人员还是老师，即摆两个拢有啊，你应该足欢喜的啊。美伦，你是安怎？你安尼规暝拢唔讲话，是有啥物代志啊？还是好有啥物问题？无啊。美伦啊，你是毋是烦恼学习的成绩啊？恁阿母有甲我讲过啦，讲恁最近恁班成绩无好的问题有改善无？学生敢有进步？阿袂，还阁需要继续打拼啦。阿爸，你放心啦，阿姊会用爱的教育感化学生努力用功。对啊，做阿姊的学生囡仔有够好的啦，毋若袂拍学生囡仔，阁会甲学生囡仔做朋友呢。哪有像阮以前的老师，减1分就爱拍一个，
有够严格的啊。该不会是要送给我们吧？哦，你想了没？没错，老师打算把这一颗棒球送给上课最认真，而且考试进步最多的同学哦。理论，你这暗家己一个提球伫遮创啥？无啦，这我本来要送给学生的。我听到脚步声出来看啦。你规暝拢无困哦？是毋是学校有啥物代志？有啥物困扰？讲出来听看卖啊！阿母，我今日甲教务主任领藤条，我出手拍学生啊！你就是为着这个代志伫烦恼啊？我真正无想要用体罚来逼学生读册，毋过即几遍因考试的成绩拢一直足无理想的。伊嘛甲我保证讲，因会认真的用功，毋过煞搁走去煮书店。我实在感觉足艰苦，嘛足受气的。你甲老师的工作想了伤天真啦！迄囡仔本来就有惰性啊，用藤条甲因讲迄毋是你的本意啦。遐囡仔一时嘛无法度通接受你的改变。等后摆考试若考较好的时阵你才甲伊讲你的用意，安尼因就会了解啊。你真正认为因会谅解我？会啦。若无因考较好的时阵，你着带因出去佚佗啊，安尼进前遐个情绪就会化解啊。去困啦。美伦。杨贝，其实我了解，你别担心我心里对你不会有什么错想。你刚来学校的那一天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个软心肠的人。叫你去打学生那你心里肯定比学生还痛呢。在这个升学主义之上的时代，学生的成绩就是一切。对了，秦主任跟其他几位老师都在等着看你下次月考的成绩，你要好好表现给他们看，知道吗？好。
同学好，坐下。请大家把课本拿出来。大家翻开课本第75页。曾经我的肩膀是你远眺未来的山岗，当你站上爱的高处，眼里充满着光亮，你终将离开山岗，追寻生命中的理想，成长路难免崎岖，不要迷失方向。曾经我的脚步有你隐隐闪耀和陪伴，当我走向新的旅程，满心感恩不能忘。我终将张开翅膀，飞向更宽阔的远方，成长路不管多难，爱是我的行囊。老师，这次标准分数是几分？还是少1分打得下吗？老师这次没有标准成绩，因为我并不打算处罚大家。好，大家先安静。为了奖励大家这次进步这么多，星期天老师决定带大家一起去烤肉。哎，阿川怎么先来了？没有啊。哎，你们不觉得老师是在开玩笑吗？他竟然说要带我们去烤肉，哎，这怎么可能嘛？我觉得他搞不好是用烤肉的名义骗我们去校外教学。你们不觉得他是在故意对我们好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懂哎。他在贿赂我们这个月啊都没有跟他讲话，他大概想用烤肉来跟我们和好吧。有可能哦。那礼拜天的烤肉你们还去不去啊？我不想去。可以不去吗？不行吧？哎，我觉得你们如果都不去，老师会生气耶。搞不好到时候他每天出小考折磨我们，所以我看你们还是去吧。是天空
落下的河，花是大地的女儿，你是我的困惑。于是褪色的烟火，于是天空在泪流，花是无言的情歌，你是我的沉默。一样的雨，一样的雨，一样的花朵，结不一样的果。一样的你，一样的我，一样的年代，不一样的规则。我知道，我想说。